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前段时间呢，我们更新了一个跟菜板相关的一些视频，然后下面有几个评论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然后第一个评论是说，从来不用菜板，我都是把食材扔到半空，然后用我那神乎其技的刀法，在空中就切好了。第二个评论是，下期讲磨刀吧，我需要磨刀，我的刀太钝了。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这样，如果你的刀不利的话，别说你扔在空中，哪怕你是把食材按到地上，你也切不断。然后第三个评论是，刚刚可以多搞搞这种科普也好，长知识了。然后本期视频我就打算跟大家多分享一点我的经验，本期视频会多一点细节。首先我来跟大家分享买刀。说到这里，我正好有一个朋友，他做菜没有什么要求，也不怎么讲究，但是对他的工具还是挺有要求的。他买刀，首先到店里面去，是先看一下这把刀符不符合他的眼缘，他喜不喜欢，就是看起来顺不顺眼，然后拿在手里面看一下重量合不合手。他不注重品牌，但是比较在意价格。一般来说，一把菜刀超过150，他就不会买。好了，现在抛开我那个朋友不谈，以我的身份，厨师的身份去菜市场买刀，我首先会区分它的材质，第一个为不锈钢刀，第二个为铁刀。然后做餐饮这么久，现在铁刀逐渐被放弃。首先它有2个缺点，第一个是容易生锈，第二个是切一些凉拌菜的时候会带上一些铁锈味。它生锈的话，可以用菜油给它抹上去，防止它生锈。然后我们的这一个不锈钢刀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不需要抹油，也不怕它生锈。好了，讲完材质，我们来分享第二个款式刀。第一款为正常的，就是稍微重一些；第二款稍微薄一点、窄一点，它更轻巧，所以更适合女性；重的更适合男性，所以区分出男款跟女款。第三个，我去买菜刀一般会把它区分为功能性的菜刀。第一，我们的这个刀刃是直的，这算一个功能性。第二，这个刀刃是一个月牙形的，像月亮一样有弧度。如果你家的菜板是很平的，然后你买错了，买到这种月牙形的刀，它不是说全部刀刃贴在菜板上面，那你切起菜来的话，就需要一定的技术，效率也不是很高。如果你家的菜板是凹凸不平的，你正好买了一把直角的刀，那在这个上面切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有一点麻烦，因为你的直角刀在凹凸不平的菜板上面，你切过去的时候，食材是不会被切断的。所以我们要选择正确的刀配正确的菜板。讲到这里呢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磨刀也磨得挺好，磨得很锋利，但是你用来切菜的时候，没有切几下，或者是没有用几天，又会变得很钝。首先我们用排除的办法来看一下是不是你家的菜板出了问题。我们这个菜板是比较硬的一个菜板，这个刀磨得很利，像我们这样子切土豆，大家听得到这个声音是相当的脆，也就是说明切下去的时候这个菜板相当的硬，这样可以感受得到。为什么说你磨的刀切几下就不利了呢？那是因为你的菜板很硬，而你磨的刀也很利，然后你的刀跟你的菜板硬碰硬，这样子切几次了之后，你的菜刀其实就会钝得很快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然后我跟大家分享影响锋利度持久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有可能是这个菜刀的钢质的软硬。我们在菜刀的品牌下面会看到一个比如说有的是30CR13，有的是40CR13。40代表这把刀里面含碳的量，碳含量越多呢，那它的钢刃就越硬，相对来说那越硬的话就不好磨，但一旦磨出来了之后就更加的持久。然后我们后面这一组数字 CR13 是代表这个不锈钢里面铬的含量，标号越高，那就说明这个不锈钢的材质就越好。今天我准备了4把刀，30CR13的35块钱这一把，这一把是40CR13的65块钱，是我们厨房里面用的最多的一把刀。然后这一把是性价比稍微高一点点的，就是 90CR18，属于我们民用级别刀刃硬度的天花板。然后这一把也是 90CR18，然后这2把的话，这一个是100块，这一把稍微贵一点，是1388，相当于是它的10多倍。然后我们用这4把刀，用我同样的磨法、同样的技术把它磨出来，看它能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。我们市面上一般都会有这种磨刀神器，把这个菜刀架在上面，推拉几下，然后呢就会有一点锋利，但是这样子相当的伤刀啊。这种方法呢
如果你不会磨刀的话，我可以建议你用一下，但是这个刀用不了几次就基本上就没有之前那么锋利。然后一般家庭里面还有这种磨刀石，这种磨刀石呢是400目跟600目，然后就是这样子磨出来的刀呢就比较粗糙一点。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套磨刀石是怎么样子的。好，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神器，这个是一个磨盘，它是一个磨菜刀的一个砂轮。这一边呢是大概400目的一个磨石，这一边是一个皮带，是抛光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怎么用呢？是打开这个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调节速度的，它可以快可以慢。然后磨完之后，这是我的第一块磨刀石。这一块磨刀石大概呢，它是一个3000目的一个磨刀石。然后第二块，它的目数大概是4000多目，它的面更宽，更适合用来磨比较长的刀、比较宽的刀。这是我的第3块，这一块大概呢是一个5000目。然后第4块其实它也是一个5000目，它被我抹了油上面去了，它就增加了差不多1000目，它可以说是一个6000目的油石。然后呢，这里有2块啊，一块是正常的，一块是抹油的。正常的呢，它是1万，然后抹了油的呢，大概是11000。我一般是直接用来磨，标号更高、更硬的刀。好了，介绍完我的工具之后，我要开始磨刀了。如果大家对磨刀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看我的下一个视频。我的下一个视频将会是这一次磨刀的全部过程，因为这次比较长，我们就忽略。我准备了一沓 A4 纸，这个纸是我平常做笔记的，已经不用了。现在我们用这个35块30的这个刀来测试一下它的锋利度，直接切这个角。哎呦，相当的利哈！65块的刀来试一下这个，也很利。用这个90 C218的试一下。我感觉明显这个会比刚才那个利1/10。再试一下这个1388的，也是非常的顺畅。这个我感觉这2把刀差不了太多，基本上接近。然后跟前面这2把便宜的比起来，大概相差了1/10到2/10左右锋利度。好，现在我们用这个肉来切一下，先用35块钱的，我就2个手指拿着，没有用力哈。OK， 我现在再来试一下这一把65的刀，同样2个手指拿着，也是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这2把刀几乎没有区别。现在来试一下99的，也是没有问题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试一下这个1000多的刀，也是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们现在4把刀都已经磨完了，它的锋利度基本上是一样的，然后磨的方法也是一样。现在我以我的经验来建议大家买刀的时候，尽量不去注重品牌，大家多看一下这个菜刀上面的标号，30 C213、40 C213，还有90 C218。我们只到这个材质里面去找便宜的刀，这就没有错。这里面碳含量越低的刀，它就越软，所以呢，它就更好磨，但是它不是很持久。那碳含量越高的刀呢，它就越硬，磨起来它的持久度会好一些。但是这一把35块钱，这一把1388，这把1000多的已经超出了它的实用价值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还是，买贵的刀不如学一个磨好刀的技术，其实也可以达到同样接近的效果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